风姑娘回来了，快来！就放这儿吧。这是何物？这八仙城所有的生意都与八仙府有关，所以这里面装着所有店铺的账簿。还有茶楼和酒楼的，居然还有钱庄和镖局。不止，还有药铺的、米店的、绸缎铺的和车马行的。彩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里面的关窍可多着呢。还请风姑娘赐教。这酒楼和茶楼的人圆滑，往往扛不住这些横冲直撞的愣头青，怕毁了和气生财的好名声，以后不来客人。但这镖局的人呢，却恰恰相反，他们吃软不吃硬，一般都是些江湖上行走的硬汉子，所以呢，最架不住这种楚楚可怜的请求。胭脂水粉铺呢，都是些小买卖，只要乐善好施些，账簿就自然得来。至于这钱庄，上有官府保护，下有地头蛇的护航，是最惹不得的。但是只要正义慷慨，好好跟他们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他们呀可是配合得很呢。在风姑娘的个人魅力面前，我这个美男计都相形见绌了，佩服，佩服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盘点账目吧。9月19入账1300两。10月1入账1100两。在诸位面前，我真是没用。哪里的话，本来也是你最先提出来要去拿酒楼的账本，所以才有了这么多账本。少盟主，我们几个这些小聪明，根本救不了武林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凤鸣山庄唯一的传人，凤鸣刀也是扶持秩序、震慑江湖的利器。有你在，我们才有主心骨。多谢风姑娘提醒，我会尽好自己的责任。这些数额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不太一样。一场长生果拍卖会下来，石先生入账何止几百万。这么一想，八仙府也没有那么多钱。春花，春花，春花，秦流风，你赶快去找卜大夫。卜儿现在很可能就是石先生。春花现在的病情，你确定要找卜儿吗？当然要找医术最好的了。春花，春花姑娘，这不是受伤，是中毒啊！中毒？你知道的？是不是上官秋月给你下的毒？少盟主，解毒要紧，我们先听听不二先生怎么说。不怕大家笑话，少盟主夫人中的毒。
卜某真的是闻所未闻，有愧于兄长医圣之美名啊！这样，我让李渔熬服药来。李渔，慢着，这么严重的毒，我放心不过李渔的医术，还请卜二先生亲自来吧。少盟主说的对呀，李渔这顽童，整日是游来荡去，在医术上真的是没有什么长进。那我亲自去，我亲自去。少盟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今天见到李渔了，他还告诉我，利用尸体的人姓仲。仲？八仙府好像没有姓仲之人。但是我们怀疑的人名单里，有一人与仲相关。仲？伯仲舒？卜二？我就是这么猜测的。所以春花姑娘的药由她来下，是否合适？春花姑娘能取回玄冰石，说明上官秋月对她另眼相待。倘若这毒真的是上官秋月下的，她应该只是用来控制春花，并不会置她于死地。至于卜二，倘若他真的在药里下毒，那待我们查验出来，就能确定石先生是谁。少盟主，这么做不太妥当吧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救回春花姑娘，我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失控到那种局面。我知道了。唉，风姑娘与少盟主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秦流风，借一步说话。秦流风，我速速就回。我们多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？久到我快忘了有你这个表妹。忘了也正常，我人在千月洞，自然不能跟你来往。是我爹，他每次提起你都唉声叹气的。而且，千月洞那种地方，我当年要是和父母一起死了，便能落得个满门英烈的美誉。只可惜我不争气，偏偏被上官秋月救了。上官秋月救人，武林同人是断然不信的。坊间传言，是你投靠了上官秋月，所以这才会引来了灭门之祸。我爹虽然知道实情，但萧老盟主屡次三番找他促膝长谈，不让他把真相说出去。都过去了。此次前来，你找我何事啊？春花姑娘是不是中毒了？春花姑娘所中之毒名为百花劫，倘若不动情，便不会发作。小妍，好生照顾自己。我不信。冷姑娘，她真的只是我表妹。哦，我看你是想亲上加亲。她是上官秋月的手下，我们俩怎么可能？不是上官秋月的手下，你们就可能了？我俩从小就在一起，你说这……
刚刚你们好像在说上官秋月。我正打算找你说这件事情。千月洞的叶星主，是我表妹。上官秋月果然就在附近。春花姑娘，喝药了。春花姑娘，快把这个吃了，快呀！这是什么？雪莲子。凤姑娘真是出手大方啊！这是雪莲子，普通的毒药用它可以直接解毒。我的病不值得用这么昂贵的药材。春花姑娘，别说傻话。如果我当时再衡量下，彩草姑娘，你人真的很好，很适合小白。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如果呀？这脚下的路，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。你现在就是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才能和少盟主幸福的走下去。我是真心实意的祝福你们。谢谢你。闻所未闻，没听说过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春花姑娘中的这毒没有解药，此毒平时没有大碍，就是不能动情。她说，春花姑娘现在手心里应该有一朵花，若是变成黑色，一旦动情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竟然还有这样的毒药！所以说，春花姑娘现在中的这毒，先别让小白知道，啊。秦凌风，春花姑娘的毒，十有八九是上官秋月下的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她。上官秋月来无影去无踪，我们去哪儿找她？找到上官秋月，关键在春花姑娘。怎讲？别的事情你比我想得通透，但春花姑娘的事，我一定比你想得明白。的确如此，春花姑娘每次出现危机，上官秋月总会及时出现。反倒是现在春花姑娘不见上官秋月，是更好的选择。我不想再让春花姑娘卷入我们之间的纷争，我只希望她安全。找到上官秋月，逼她给春花解毒。此药无解，怎么办？
小春花在想我。你疯了，来这干什么？能安稳睡下就好。小春花担心我，可是，在哥哥心里，有小春花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哥哥怕你百花节发作，所以不敢找你。但是我又忍不住想你，所以就只能这样见面了。凤鸣山中太危险了，你赶紧走。百花节的毒性明显有所缓解，是不是因为你这几天没有想哥哥？是雪莲子，我才没有想你。此药无解。春花，春花，你睡了吗？春花，走。春花，春花，开门呐！春花，春花，这次轮到妹妹舍身救哥哥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春花，开门呐！少盟主稍安勿躁，也许是春花姑娘睡得太沉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春花姑娘，恕在下无礼。春花姑娘，少盟主听到你呼痛，担心你毒发，赶紧催我来看一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什么事儿啊，一切都挺好的。你们知道的嘛，我这个病是偶尔发作的。刚刚我是在说梦话呢。吓死我了！你可把少盟主吓坏了，知道吗？既然没事，姑娘早点休息。吓死我了！妹妹是担心我的，放心，哥哥还得照顾你呢。我刚刚就应该把门打开，让他们进来宰了你。你舍不得，还是说你想让他们看见你我同床共枕呢？变态！风采采是个好姑娘，带个消息给她，说李渔不是石先生。3天后，卜二会邀请你们赴宴，
到时候饭菜里全是软筋散，小春花可千万别贪吃。如果到时候再中什么毒了，哥哥可就救不了你了。大胆！你以为本尊背后无防备吗？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没想到尊主还会在此地。不过胆子大也未必不是好事，这样小春花就不会以为我又在害你们了。尊主，千月洞众新主乐仆已在八仙城外集结完毕。不过白道声势浩大，我们的举动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无妨，千月洞这次就是要明着来，也该让白道知道，谁手里握着江湖局势，谁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畅通无阻。凤鸣山庄那边呢？他们还在为石先生的线索烦恼不已。麻烦。扶不起来，难道还要本尊亲自出手？后天，不二就要兴师动众招待白道众人，到那时候，萧白如果还察觉不到异状，恐怕就会连累春花姑娘。石先生的伎俩不足为道，但白道居心叵测，不知道还会出什么麻烦。叶言，如若交战，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只要当天能顺利进行，本尊就能带小春花回千月洞了。是，只是属下恳请尊主，眼下还是换到更安全的去处。安全的去处。小春花现在每天都在为身上的毒儿提心吊胆，不碍事。春花姑娘，我在盘点八仙府的账目。彩彩姑娘，查的怎么样了？现在怀疑的人有2个，一个是八仙府的弟子李渔，一个是他的当家人不二。李渔不是石先生。春花姑娘怎么这么肯定？不过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之前秦公子打探到，酒楼老板娘和李渔是母子。以前，酒楼老板娘在青楼怀有身孕，被赶了出来，是医圣收留了她。李渔年少顽皮，受人蛊惑成了赌徒，也是医圣让他收心敛性，收为门下弟子的。没想到，他们还有这一段悲惨的遭遇。这么说来，他们2人对医圣应该是感恩戴德。如果不是被人胁迫的话，定是不会用医圣留下的技法去行恶的。你说的对，而且李渔现在的生活也是凄惨潦倒，并没有报复的倾向。倒是这个卜二，医圣死后没2年，他的生意遍布八仙城。所以说，现在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在这个卜二身上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昨天李渔前来向我投诚，不二，他是石先生这件事情，我们可能真的要怀疑了。这个推论确实是有说服力。不过，
博儿他慈眉善目的，我实在是不敢相信。人性的贪婪和黑暗，没想到会膨胀到这种地步。只是他一直售卖长生果，早就应该富甲一方了。但我看了这么长时间账本，并没有什么蹊跷，所以这些东西无法成为实据。贪婪吝啬是一体两面。博儿他在外面疯狂敛财，但未必就说明他愿意把这些钱都花出去。我猜他可能是把这些金钱藏在某一个地方，毕竟是他的战利品。对，而且藏的地方必须得是他能够触摸得到、能够随时把玩的地方，这样他才会感觉到既满足又安心。春花姑娘的意思是，她的万贯钱财就藏于八仙府。我想博儿这种人一定会觉得，越是明晃晃的地方，就会越是安全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春花姑娘好生在这里休息。八仙府这宅子也不大，这么多赃物，应该不难找啊。我连耳房都搜过了，里面空空荡荡，并没有可以储物的地方。这就是问题所在了。我们耗费了这么多时辰，却毫无头绪。对了，风姑娘，上盟主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他还在为春花姑娘所中之毒烦扰，一整天精神恍惚的。可春花姑娘明明跟上官秋月……上盟主喜欢春花姑娘，春花姑娘正好也陪伴在侧，我们何必让她知道那些东西呢？况且，我断定昨天我看到那只靴子就是上官秋月的。怎么讲？今天我看见春花姑娘手掌心的那个花瓣，颜色更深了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上官秋月不能一直待在春花身边，这对春花……对少盟主都没有好处，保不准又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风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个鲤鱼怎么好像看上我们家彩彩了？这小子可以啊。不过，你还有我，我也有你。姑娘今日前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找我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好有话要问你。在下必当知无不言。你来八仙府已1年有余，你可知道这里私藏财物的地方吗？虽然我之前一直被博儿操控和指使，可这个人一向谨慎得很，只是逼我做一些见不得人的脏活和累活，其他都瞒得死死的。这个人好财如命，怎么可能轻易把自己的财宝暴露给别人呢？也是，他要是告诉你，你早就带着银两跑路了。要真是如此，那岂不是失去了结识风姑娘的机会？你可知道这个不二先生有什么特别的癖好吗？他这个人不近女色，
也不嗜酒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却比那些仆人还要晚。在外人眼里，他简直比那些正人君子还要严于律己。不过，要说癖好，倒也不是没有。你快说来听听。不二有个很可笑的爱好，喜欢自己打扫这条长廊，多的时候一天要3次。也不知是洁癖，还是舍不得再雇佣人。打扫长廊？是。那这跟金银财宝也没什么关系啊。你找我？一个穿白衣服的哥哥，叫我找这个山庄里最懒的姑娘。山庄里的姐姐们都说那一定是你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给钱。哥哥给我画了这朵花，说你看见这朵花就会给我钱。叔叔还说什么了？哥哥那么年轻，你怎么能叫他叔叔呢？他只说了2个字：春花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春花今天不来了，我再多给你1倍钱。哎，哥哥说做人不能太贪心。上官秋月，你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？